欢迎大家来到2027摊牌前夜三部曲的最终章。在前面2集，我们见证了台湾在第2层心理棋盘跟第1层物理棋盘上的双重瓦解。那今天我们将要直面最震撼的第1层物理棋盘在军事层面要面临的一个局面。当台湾内部的这个心与外部的盾都出现裂痕之后，这样一把早已磨砺多年的剑终于要被摆上台面了。2025年93阅兵，这样一封用钢铁铸就的最后通牒，究竟是一场如李光耀所洞察的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认知手术呢，还是一场如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新霸主在发动战争前的最后权力的宣告呢？你看一下，2027年是建军100周年，2029是建国80周年，这2个都是特别重大的日子，对不对？那为什么北京要在2025年就搞这么一场大阵仗的阅兵呢？我们可以把2025、2027跟2029这3个年份，这3个数字放在一块儿看。那其实最显眼的当然是中间这个2027，美军的印太司令戴维森上将在2021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首次正式发出警告，说解放军会在2027年之前拥有全面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能力。那这个说法就是所谓的2027戴维森窗口期。我们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可以想象一下，2027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是被定为必须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年份。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现代化的时间点，它是跟民族复兴呀、跟祖国统一这些最核心的共产党的政治承诺死死的绑定在一块的。那说白了，2027年被赋予了一种近乎宿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刻在整个民族意志里面的时间刻度，也是刻在 DNA 里面的洗刷百年国耻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2027也是基于大量有事实证据的一个高度可能的战略风险的临界点。北京因为视台湾为赌上国运的核心利益，所以会用举国的体制全力以赴不计成本的来备战。那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为2027做的经济准备的话，那最贴切的那个就是韧性国家。它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打造一个能够扛住长时间高强度外部打击跟全面经济制裁的堡垒经济。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检查这个疯狂备战、疯狂囤货的时间进度条。那第一个是远远超过正常需求的国家级别的战略储备。先看能源，到2024年初，中国的原油储备的能力超过18亿桶。那一旦被全面封锁，仅仅靠这些储备跟严格的配给，中国就能够撑上2到4年。煤炭方面，中国计划到2030年要有每年3亿吨的煤炭可调度的产能，光是2022年1年就批了差不多欧盟整年的3亿吨的新增产能。而所有这些战略性的生产能力的储备，就是要保证能源动力绝对不能够断。我们再看粮食，官方在2021年就已经说了，小麦的库存够全国人民吃18个月。而美国农业部的估算更是夸张，中国手里的谷物库存已经超过了全世界总库存的1半。囤这么多粮，其实目的就有一个，确保在最极端的困难时期，社会不会因为饥荒而乱掉。关键的矿产方面，全球 70% 的稀土开采跟接近 90% 的加工能力都在中国手里。这是一种超强的反制武器，必要的时候，北京可以随时切断对于西方的供应。这样一种玩法叫做供应链的武器化，一旦开战，中国瞬间可以让对手的武器生产线瘫痪掉。在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后，西方搞的那些制裁是绝好的活教材，而中国肯定是现在目前为止世界上最认真的学生。那所有这些超常规的储备都是在提前对冲风险，想要赢得消耗战，甚至需要的时候也能反过来，也能制裁，也能威胁对方。而第2个方面就是军民融合跟战略备份的工业布局。中国的战争准备不只是囤东西那么简单，它还在重塑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核心就是军民融合。说白了就是利用国家的创新力量来加速军事的发展，把这个庞大的军用科技的实力高效的
转化成为军事能力。而跟这个配套的就是战略备份的体系，北京正在有计划的把一些关键的产业链，比如说半导体啊、国防工业、数据中心，从沿海往更加安全的中西部内陆省份去做复制跟备份。就算中国沿海的这些工业重镇在战争当中被毁坏，那国家的军工生产跟核心的工业能力还能够撑下去。而第三个方面就是在为这个冲突进行立法，为了保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能够非常高效的调动所有的国家资源，中国这几年系统性的修改并且出台了一大堆的法律，比如说2021年新修订的这个国防法，悄悄的把国防动员的领导权交给了中央军委来主导，为了在台湾问题上能够动用国家力量，提供了非常巨大的法律空间。2023年，立法机构授权中央军委可以在战时调整适用刑事诉讼法的部分规定，这个外界普遍解读是在为处理战俘、被占领地区的平民，还有那些独派人士提前做好了法律上的准备。而且类似的法律其实还有很多，凑在一块儿就构成了一个严丝合缝的战时动员体系。一旦决策层按下那个按钮，整个国家机器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最小的阻力，瞬间就切换到战时的轨道。那如果我们把这3点天文数字的战略储备、军民一体的影子工业，还有严密的战时法律体系拼凑在一块儿，一幅非常清晰的这个画面就浮现出来了。中国再用一种底线思维，用举国体制的模式，为一个可能在2027年这个时间点前后爆发的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冲突，再进行一个全面的深入的准备，在做着最坏的打算。那这个地方艾森要敲下黑板，官方他嘴上是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什么时间表，而且也反复在说是要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忽略掉这一系列非常明确的战略信号，将会构成一次无法挽回的历史性的战略误判。所以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每一件寒光闪闪的装备，其实都在服务于同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为2027年那个历史性的摊牌的时刻创造一个对于北京最有利的战略环境。所以要理解了2027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我们才能够看得懂2025这样一场盛大的阅兵。从李光耀的视角来看，2027是建军100年，它与民族复兴呀、洗刷百年国耻这些宏大的叙事深度绑定，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精神跟政治的宿命感。因此中国才会用举国体制不计成本的打造堡垒经济，囤积天量的能源粮食，重塑军民融合的工业体系，修订严丝合缝的战时法律体系。这是一场由独特历史记忆驱动的必须要赢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但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给出了一个更冷酷也更普世的解释，他会说2027年之所以关键，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意义的纪念日，而是因为北京的战略家他们计算出来，届时中国的军事实力将会达到一个压倒性的机会窗口。因此所有的这些战争准备在米老师眼里看起来都是与2战前德国或者日本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任何一个准备挑战现任霸主的国家一定会进行的长期的高强度对抗的一个准备。这是一个必须要采取的步骤，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战争机器能够在最极端的情况底下也能够维持正常运转，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为止。所以不管是从李光耀的角度还是从米老师的角度，无论你从哪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事儿，结论都一样，就是中国正在为一个可能在2027这个时间点前后爆发的重大的冲突进行全面跟深入的准备。那这样一场最后警告到底会怎么样发出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特别精准的词来形容，叫做认知手术。那为什么要通过阅兵来做这个认知手术呢？北京的目标是在开战以前，首先在对手的大脑里面动刀子，切掉他们的错误认知跟战略的幻觉，让他们对于中国最新的军事实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地动山摇真正开始之前，避免战略误判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哈，因为国外很多人家里都安装智能的安防系统，他们都会在自己的门口非常显眼的地方
有一个贴纸或者是招牌，说明自己家里有安装安防系统。那阅兵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和这个贴纸是一样的。你家里可能安装了各种高科技的安防装备，但是图谋不轨的人他未必知道啊。那如果贸贸然闯进来，虽然小偷他的下场不会好，但是他砸烂你家的玻璃，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这不是非常闹心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贴纸的作用就是直截了当的告知小偷不要来，避免大家的误判。大多数情况底下，小偷看到这个安防贴纸，他就会直接选择放弃这个目标。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多赢的一个局面。那说实话，过去10年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新的军事装备是井喷式的涌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脑子里面的认知根本就来不及更新，或者有些人是拒绝更新。那这一点从印巴空战歼十 C 打掉3架阵风战机的这个事儿就能够看得非常明显。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多少非常傻逼的这个 YouTuber， 他们用各种理由去否认，去论证说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那所以整场阅兵，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阅兵的方阵呀，或者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呀，其实都是经过了非常精密的这些选择、编排、定制，目的呢，就是为了来精心撰写这样一封最后的警告信。93阅兵的终极目标是在李光耀的第3层文明棋盘理论的一个完美体现，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战略精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通过积蓄跟展示压倒性的这个优势啊，让你的对手认识到抵抗是徒劳的，从而接受新的现实，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跟战争。而这样一场阅兵呢，就是对美日台进行的一场终极的心理手术。我想第一位警告性的收件人，也是最重要的收件人是美国。北京之所以有底气进行最后的摊牌，我想阅兵仪式上展示的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正是利用了地理的暴政，将美国的航母啊、基地啊这些非常昂贵的节点完全置之于中国非常廉价而且饱和的导弹打击体系的范围之内。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让你不敢来，来了也白来，让你有来无回。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排又一排被称之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跟东风26导弹像移动的钢铁森林一样开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能够突破所有现有的反导系统的陆基或者海基的高超音速导弹，用那个非常科幻的造型震撼全场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在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写一封寄给华盛顿的信。93阅兵其实在赌一件事情，当介入台海冲突损失的可能性不再只是智库报告里面的估计跟猜测，不再只是纸面兵棋推演的其中一个结果，而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钢铁洪流的时候，华盛顿的政客还愿不愿意为了台湾去冒一场可能让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被彻底洗牌的风险呢？这个再一次的体现了李光耀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通过积蓄压倒性的势，让对手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这样一封寄给华盛顿的信，就是在用第一层棋盘的这个钢铁来动摇第二层心理棋盘的干预台海的美国的国家意志。而米老师的理论框架会更进一步，这个不是在劝说，而是在强制清算干预的成本。阅兵的目的是向华盛顿证明，这个干预台海冲突的代价不再是高昂的伤亡，而是确定的明确的灾难性的失败。而第二位收件人是日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从安倍晋三嘴里说出来之后，差不多就变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的口头禅。日本把台湾看作是自己海上生命线的咽喉，也天真的指望美日安保条约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保护自己。而北京呢，它就是需要通过这样一场阅兵，给东京寄去一封冰冷的信，信封上可能就写着这几个字：幻想是危险的。
在阅兵式上，那些专门用来搞点穴战、专门用来狙击军舰呀、跟关键军事基地的这些精确打击的武器，就是在向日本传递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警告：别想着可以坐山观虎斗，更别想着想要插手，然后还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日本你选择当美国的副警长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日本的本土，特别是那些美军驻日的基地，就不再是安全的后方，而是会第一时间就要面对饱和打击的前线。这样一封警告信的目的是要彻底打碎东京可能存在的侥幸心理，让他们明白想在台海玩火，最后一定会烧到自己的房子。从李光耀的视角是可以看到对于日本侥幸心理的打击，而米尔斯海默则认为这个是在迫使日本这样的次级大国进行推卸责任的战略选择。换句话就是说，在北京通过阅兵展示毁灭性的打击能力之后，日本其实这个时候最理性的选择是保持中立以求自保，从而打断美日同盟这个最关键的外部平衡的链条。而第三位受件人是台湾当局。对于身处风暴中心的台湾来说，这样一次93阅兵带来的心理冲击绝对是排山倒海级别的。台北当局一直以来的基本策略就是拖延时间，等待美日大军来援救，而北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次阅兵，从根基上摧毁这个战略的逻辑基础。心理学上有一个词汇叫做意志瘫痪。这次阅兵会展示各种型号的机器狗啊、无人装备啊、无人机群，然后解放军他们也会展示从侦察、定位到摧毁，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一个一体化的杀伤链。当看到首战即终战的这个口号已经变成是一个触手可及的军事现实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困在孤岛上，你不仅看到围攻你的敌人是船坚炮利啊，机器人大军正在铺天盖地遮天蔽日而来，而且你通过望远镜还能够清楚地看到远方那个答应会来救你的船队正在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挡住、被摧毁，挡在海天线之外根本过不来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种绝望的感觉跟无力感。这个就是北京想要赌的意志瘫痪，因为他们非常精准地瞄准了我们在第一部曲当中分析过的台湾社会在馆长冲击波下面暴露出来的这样一种脆弱跟撕裂。给台北这封警告信的核心信息就是抵抗是没有用的，外援是靠不住的。解放军他们有信心在美日反应过来之前就结束战斗，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就先瓦解掉台湾的抵抗意志，制造一种投降是唯一理性选择的社会氛围。通过阅兵来展示首战即终战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在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之前就瓦解这个抵抗意志，这个正是李光耀所说的意志瘫痪。而米尔斯海默呢，会称之为诱导随波逐流。当所有的战略选项都被剥夺之后，台湾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体，最符合其生存利益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接受强者的安排。那绝望感正是通过阅兵，通过展示武力，北京想要努力促成的这种理性战略转向的催化剂。而这次阅兵呢，是钢铁洪流物理力量的展示，也是设计精妙的一个舆论战跟心理战。我们用认知手术来形容它，而手术刀就是那些让全世界军迷都感到智商被碾压的新式武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阅兵彩排的时候，网上流出了大量模糊的照片跟视频，里面有很多外形非常科幻、以前没有见过的武器，比如说这个个头跟小潜艇似的这个巨型的无人潜航器啊，比如说那个跟战斗机一起伴飞的中程僚机，还有那些外形特别奇怪的新一代主战坦克等等等等这些装备。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连最资深的这些军事专家跟情报分析师，他们都看得一头雾水，根本认不出来这是个啥，有什么用。那一时间国内外的军事论坛上到处都是一夜之间变成军盲的这种感慨。我们这些真正的军盲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跟资深的军迷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这样一种军盲化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它对外塑造出一种解放军的技术发展像一个黑箱子，深不可测，迭代速度快的吓人的这么一个恐怖的印象。它在对手的脑子里面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分析的瘫痪。你可以想象一下，人家现在的现役主战装备都有这么多的黑科技，你根本没办法想象没有解密的黑箱子里面还有多少宝贝。更何况以前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的明明都是南星最大的大佬美帝，好吗？而体系化作战的威力在之前歼10C击落阵风的战斗里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那这些年解放军它不光是在升级航母战斗机这些肌肉，他们也在迭代自己的作战理论，他们全力发展了智能化战争的理论，核心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去攻击美军作战体系里面最脆弱的神经系统。那冲突一旦开始，就会通过网络攻击、太空之盲、电子压制跟 AI 辅助的饱和式导弹攻击，瞬间瘫痪美军的指挥通信跟情报网络。在创造了这个非常短暂但是又很致命的窗口期以后，为解放军速战速决创造条件。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解放军这几年在疯狂的砸钱发展网络、太空、电池跟无人系统这些新域新智作战力量，他们正在为一场高风险但是高回报的战略赌博而做准备。2027年就是他们这些各项能力初步形成闭环的关键节点。所以跟以前的阅兵按照军种编队不一样，本次93阅兵装备的方队也会按照实战的系统功能混编成陆上作战群、防空反导群、无人作战群、战略打击群等等不同的模块。这样一种展示的方式呢，就好像把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的不同的声部拆开来分别给你看，那每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协同演奏，最后又是怎么样汇成一曲毁灭交响乐的。它可以非常直观地告诉外界，解放军现在是一个高度整合的覆盖了陆海空天电全领域的系统之系统。你不要想着说找某一个武器的单一的弱点能打败解放军，因为你面对的将会是饱和式的、立体式的、无死角的体系化的降维打击。而最后呢，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个是在把中国塑造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国际的话语体系里面，这几乎是一个绝对的政治正确，任何的批评都可以很容易被谴责是在否认二战历史，不尊重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那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么一个由头，其实也是在敲打日本的极右翼不要乱来。我想这个信息日本人肯定收到了，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最近在呼吁别的国家不要参加中国的93大阅兵。其实纪念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这背后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台湾问题是二战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内战的延续，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恢复完整主权、捍卫二战胜利果实的必然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场阅兵的信息战的艺术，也正在把两种理论同时推向了高潮。李光耀的棋手智慧体现在策略的精妙上，通过展示大量超出外界认知的新式武器，制造军盲化的这个集体震撼，带来技术黑箱的恐怖效应，展示体系化的杀伤交响乐，宣告解放军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之系统，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抢占道义的制高点，将统一问题与二战历史遗产绑定。但米尔斯海默会说，所有这些看起来非常精妙的策略，其实都建立在一个残酷的根基之上，就是绝对的实力优势。所谓的军盲化，其本质不过是实力差距跟技术代差的体现。当中国军事技术发展的速度远超对手的情报收集跟分析能力的时候，你就在信息层面获得了碾压性的优势。这个不是什么信息战的高超技巧，这个是实力碾压本身带来的压迫感。因此这样一场93盛大阅兵的根本性质，在米老师眼里看起来并非是一场为了避免战争的认知手术，而是新的超级大国在发动战争或者是强迫对手臣服之前的一个
权力的宣告。他宣告了旧秩序的灭亡跟新世界的诞生。那我们现在再回到2025、2027跟2029三个年份三个数字。2027之所以这么关键，就是因为它被各方普遍看作是中美竞赛的一个决胜性的时刻，而2025年的这样一场阅兵，就是在为2027敲响的倒计时的钟声里面最沉重也最响亮的那一声。那如果我们把2015年开始的这几场阅兵串联起来看，会发现一条特别清晰的线索和一层一层递进的战略的逻辑。2015年是重塑历史、亮明身份；2017年是淬炼兵锋，准备打仗；2019年是亮出王牌、战略自信；2025年是最后的警告，准备摊牌。这样一条非常清晰的国家战略的脉络，在接下来的4-5年会体现得非常明显。2027建军100周年，2029建国80周年，接下来的这些庆典应该会更加热闹。但是在这个地方是真心希望93阅兵这样一场最后的警告，真的会像李光耀预言的那样，能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达成最好的结果，而非米老师所预言的海峡两岸不可避免的兵凶战危。至此，我们2027摊牌前夜三部曲就全部给大家呈现完毕。借助李光耀跟米尔斯海默的双重的理论框架，我们看到了一条清晰而又冷峻的逻辑链条。北京首先在第二层心理的棋盘上，利用台湾内部的矛盾动摇其抵抗的意志，这个是棋手的博弈。同时呢，美日等外部势力在第一层物理的棋盘上跟第三层文明的棋盘上，出自于自身的利益跟对于权力结构的冷酷的算计，主动的削弱了台湾的战略价值，这个是棋盘的规则。而最终我们看到，北京将会在第一层物理的棋盘上亮出军事底牌，进行终极的力量展示。那么这究竟是李光耀所说的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后的努力，还是米尔斯海默所预言的一场大国政治悲剧无可避免的最终章呢？我想不管怎么样都好，目前的台湾的确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当棋盘上的三大支柱都开始剧烈动摇，台湾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是由棋手的智慧来决定，还是说早就已经被棋盘的规则所注定了呢？我想这不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问题，而是一个倒计时已经开始的客观现实。非常感谢您收看这3期视频，如果喜欢这些视频的话，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艾森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